女孩每次和校草告白，她都会给女孩发红包，然后冷冰冰的拒绝当她男朋友。女孩本以为他是用钱打发她这个舔狗，直到有天女孩捡到他的手机，发现他手机里藏着偷拍女孩的9999张照片，给他备注的昵称是亲爱的老婆。原来校草早就对他一见钟情，却还暗戳戳的享受着女孩追他的过程。得知真相后，女孩拨通了一个电话，爸妈，我同意出国留学了。喜欢的人同样喜欢自己，那一刻苏冉冉没有感到开心，反而觉得气愤和无力。这2年里，苏冉冉为了和他在一起，放弃所有自尊，面对着无数同学的冷嘲热讽，每天给他送早餐，下雨永远第一时间出现在他面前给他递伞，一片真心得不到回应。苏冉冉也曾在无数深夜暗自垂泪，第2天又重新打起精神追逐在他身后，甚至为了留在他身边，就连很难争取的留学交换生名额，他都险些放弃了。房间里的对话还没有结束，传来了裴时燕的声音：他喜欢我不会跑的，等他下一次表白，我就答应他。这云淡风轻、胜券在握的口吻，听得苏冉冉都忍不住轻笑了一声。下一次不会有下一次了。如今苏冉冉只想离开，从他的世界里彻彻底底的消失。苏冉冉推开门的瞬间，包厢里的议论声戛然而止，所有人都默契地转过身，聊起了别的事情，只当没有看见他。裴时燕也端起一杯酒，加入了邻桌的游戏中，一副冷冷淡淡的模样，连眼皮子都没有抬一下。苏冉冉扫了他一眼，不得不感慨他演技真好。面对满屋子人的无视，苏冉冉一点也不失落，自顾自地走到了角落的空位置坐下。接下来的1个多小时里，所有人都在寒暄热聊，苏冉冉却一个人坐在原地刷着手机，宛如一个透明人一般。以往只要裴时燕一出现，苏冉冉必然会寻着机会走到他身边，找着各种话题想引起他的注意。就连这次生日宴，也是苏冉冉缠了他好久，又请了很多人帮忙说情，他才邀请他。按理来说，来之不易的东西理应更重视才是，但看着苏冉冉那随遇而安的态度，似乎根本没把他的生日当回事。这不同于以往的冷淡态度，让裴时燕终于维持不住冷淡，多看了苏冉冉几眼。唱完生日歌，切了蛋糕，很快就到了送礼物环节。苏冉冉等到所有人都送完，才慢悠悠的起身，从包里拿出一个日历递过去。在场所有人都诧异的看向他，因为这个日历只有手掌大，总共只有30页，看起来极为寒酸。苏冉冉也不管其他人是什么表情，只看向裴时燕，淡淡开口：裴时燕，从今天起，你每天撕一页，等撕到最后一页，就会有一个惊喜。那就是我为你备下的迟来的生日礼物。一听到这，他的几个室友顿时嘻嘻哈哈笑了起来。第100次表白是吧？你可真有毅力啊！2年了都还在坚持啊！你就这么喜欢实验啊？受这几句话的影响，裴时燕也理所当然的以为这是第100次告白的倒计时日历。他的唇角微微弯起一个弧度，但很快又被压了下去，变成了面无表情的模样。之前只说你表白到100次我就考虑看看，却没说一定会答应。苏冉冉知道他们都想岔了。撕开最后一页的时候，不是他要表白的日子，而是苏冉冉从他的世界彻底消失的那天。苏冉冉没有解释，只是轻笑一声：裴时燕，我追了你这么久都没打动你，我很想知道你的理想型到底是什么样子。苏冉冉问完，整间房间都安静了下来，大家都向他投来了意味不明的目光。裴时燕定定地看着苏冉冉，沉默了几秒，轻轻启唇：我的理想型。话刚起头，紧闭的门被人推开了，瞬间吸走了所有人的注意力。众目睽睽之下，陆清欢捧着一个包装精美的盒子登场，对着裴时燕露出了一个温煦的笑容：时燕生日快乐。裴时燕的视线也跟着这句祝福落在了陆清欢身上，她抬起指尖轻轻扣了扣桌面，接上被打断的话：我的理想型当然是性格爽朗、长相干净的邻家大姐姐类型。一进门就听见这么暧昧的话，陆清欢的脸上很快就红了起来。她开心地走到他身边，将精心准备的礼物递给他，怂恿着他现场拆开。一时间注意力很快就被吸引开，再没人聊这个话题。看着被人群团团围住的2个人，苏冉冉也没有流露出伤心，反而一脸淡然地回到原位置坐下。一整个晚上，不管裴时燕去哪，身边一定跟着陆清欢。2个人有说有笑的，互相替对方挡着酒，分享着同一块蛋糕。苏冉冉静静地看着他们亲密的样子，脑海里闪过很多回忆。裴时燕虽然是清大校草，追求者众多，但她向来对女生敬而远之，而唯一例外的就是和她青梅竹马一起长大的陆清欢。她会替她整理乱掉的刘海，会陪她一起上课下课，会在篮球赛休息间给她送水。这些偏爱落在苏冉冉眼里，都是一根根扎向她心口的刺。可直到得知真相那日，苏冉冉才知道，裴时燕和陆清欢虽然青梅竹马，但在这之前，他们并不亲密。陆清欢整日缠着裴时燕，他却从没理过她。直到苏冉冉的出现，他才开始故意的当着苏冉冉的面和陆清欢表现的各种亲密，只是因为想让苏冉冉吃醋，从而产生更大的动力去追她。所以在看到裴时燕当着苏冉冉的面演这么一出戏，他只觉得讽刺，放下手里的酒杯。苏冉冉起身去了卫生间，用水浇了浇脸，也清醒了些，从包里拿出纸巾擦着脸上的水珠，视线被遮挡。苏冉冉没有发现身边突然多了一个人，直到听见陆清欢那阴阳怪气的声音，他才意识到不对劲。苏冉冉，你追了时燕这么多年，他都没有答应你，你还敢舔着脸追到生日宴上来？算我求求你了，他根本就不喜欢你，你能不能有点自知之明？倒贴的廉价玩意。陆清欢长得一副温婉的样子，说起话来却是这么粗俗不堪。苏冉冉没有因为他的话露出半点不愉快，只淡淡的看着他。你说完了吗？陆清欢没想到苏冉冉的反应会这么平淡，一时有些懵了，但他也不想漏气，怒视着苏冉冉开口：当然没有，你知道学校都怎么说你吗？告白99次的倒贴狗，你好歹也是个学生，一点面子都不要的吗？明眼人都能看出来裴时燕喜欢我，你为什么就不能睁开你的狗眼看看？
看着他这想动手的架势，苏冉冉依然没有任何波动，只是把眼神从他身上转到了他身后，提醒道：“你在骂之前，不如先看看身后。”陆清欢循着苏冉冉的视线，满脸莫名其妙的转过身，一眼就看到了门外的裴时宴。他似是在门口站了很久，多半是亲眼目睹了方才那一幕。一想到这，陆清欢瞬间就心慌了，脸上很快就切换回了那副温婉的模样，再看不见半点嚣张气焰。他快步走到他身边，挽起他的手，着急的解释个不停：“时宴不是你看到的那样，是苏冉冉，是他先骂我的。”但裴时宴似乎根本不在意，明明目睹了陆清欢辱骂，却只当什么也没看见。他抬眸看了苏冉冉一眼，然后转身拉起陆清欢的手，语气温柔至极：“我相信你，我们回去吧。”说完，他牵起陆清欢的手，转身回了包厢。陆清欢也没想到他会是这个态度，似乎一点也不在意他骂了苏冉冉，顿时就有了底气。他一脸得意的回头，露出了一个满是嘲笑的表情，嘲笑着苏冉冉的不自量力。苏冉冉低着头转身下了楼，楼道间很安静，只有他的脚步声。一片漆黑里，苏冉冉的脑海里闪过刚刚发生的事情，冷笑了一声。他刚刚牵起陆清欢的手时，眼神却明晃晃地落在他身上，嘴里又说着关心陆清欢的话。该说不说，他这演戏的水平还真是足够精彩。要不是苏冉冉知道他藏起来的心思，兴许还真的被他骗到了，又要伤心好久。像今晚这样的事情，其实不是第一次发生了。这些年，苏冉冉为了追他，放下了所有骄傲和矜持，不管旁人再怎么冷嘲热讽，甚至当着苏冉冉的面骂他，苏冉冉都没有放在心上过。他只想专注于裴时宴，达成心中所想，不愿留下遗憾，所以才会坚持告白99次。可喜欢了2年的人，因为享受苏冉冉的追逐，就对这些流言侮辱听之任之，这带给他的伤害比10000句辱骂都要深得多。此时外面下着大雨，出租车几乎都停了，一行人被堵在了酒吧门口。裴时宴叫来了家里的司机，说要送陆清欢回家。陆清欢立刻露出得意洋洋的表情，眼睛斜斜地扫向他，语气刻意至极：“这么晚了，大家都走了，剩苏冉冉一个人在这儿等车，不好吧？”裴时宴接过司机递来的伞，声音浅淡：“他有腿。”说完，他也不看苏冉冉的表情，带着陆清欢就上了车。看着雨幕中渐渐远去的跑车，苏冉冉没有在意，继续在打车软件上呼叫着车辆。在寒风里等了2个多小时，雨势间歇，才终于有司机接单。等苏冉冉到家时，已经凌晨2点了。他拂去风衣上沾着的雨点，慢慢走到房间门口，输入密码。门刚打开，对面的房门也打开了。裴时宴冷着一张脸走出来，眼里毫无温度：“以后早点回来，开门声太大，影响我休息。”苏冉冉看着他身上还没换下的衣服，明白了什么，他敷衍地嗯了一声，径直转身进了房间，打开灯，关上门。等苏冉冉换完鞋，门外才传来了砰的一声重响。他没有理会，脱下湿衣，打开空调，裹着毯子躺在沙发上。这套公寓是苏冉冉半年前从别人那听说裴时宴从宿舍搬出去后特意买下来的。苏冉冉为了追他，也跟着搬出来做了他的邻居，早上送早餐，晚上说晚安，每天制造各种偶遇，就是为了打动他。可不管苏冉冉怎样嘘寒问暖，他都置之不理，很少回应。但直到窥破他的隐秘，苏冉冉才知道他一直都在装不在意。就像今晚，他明明早就到家了，连衣服都没有换，就是在担心苏冉冉的安危，所以才没睡觉。可一见到苏冉冉，却又故意说些有的没的。他这场口是心非的戏码，苏冉冉已经看累了，也不想再陪他演了。苏冉冉打开手机，点开房地产软件，把房屋的信息挂了上去。既然决定要走了，就断个干干净净。第2天上午，中介过来验房，苏冉冉迷糊着起来开门，把房子的基本情况都介绍了一遍。看完后，苏冉冉正要送人出门，对面的门打开了，裴时宴拿着车钥匙正要出门，看见他身边出现的陌生男人，眉头下意识地皱了起来。他是谁？我的姐夫，过来送点东西。苏冉冉面不改色地撒了谎，一旁的中介顿时满眼诧异地看过来，但他很有职业操守，没有戳破这个谎言，找了个由头就先离开了。苏冉冉回房间换了一身衣服，打算去学校，一转弯电梯口前却站着一个人挡住了去路。他转过头看见是裴时宴，不免有些奇怪，他不是刚刚就要出门吗？怎么还没走？裴时宴看着苏冉冉眼底的疑惑，有些不自然地开口：“今天我带你一起去学校。”苏冉冉不知道他今天为什么跟变了个人一样，摇头拒绝了他，但他像吃错了药一般，坚持要送，还找了很多借口，从快要迟到说到顺路，眼看着连绿色环保的借口都要搬出来了。苏冉冉拗不过他，也不想再拖延时间，就答应了。一路上他们2个人一句话没说，车厢里安静极了，听惯了苏冉冉在他耳边叽叽喳喳，再看到这么沉默的他，裴时宴很不适应，心里闪过一丝讶然，看来不是他的错觉，这几天苏冉冉好像真的变了。而这些变化莫名让他开始心慌。等到了学校，苏冉冉丢下一句谢谢，就先一步离开了。他快步走进校门，却发现路过的所有人都用一种很异样的眼神盯着他，窃窃私语着：“苏冉冉就是他吧？”“对，就是热搜上那个，好丢人啊！”听到这些莫名其妙的话，苏冉冉连忙打开了手机，一眼就看到了几个朋友发过来的链接。苏冉冉点开一看，发现是有人把他追求裴时宴的事情投稿到了吐槽吧，还上了热搜。看着那个清大倒贴舔狗女的词条，苏冉冉直接愣住了。词条里最热门的就是那条投稿，里面把他这些追人的各种事迹都整理了出来，写的事无巨细，就连情书的内容都公布了出来。隔着很远，苏冉冉又看见学校公告墙前聚集了一大堆人，上面贴满了他写的情书，而这群人正在哄笑着点评：“哎呀，什么沉沦在你的眼里，好肉麻，99封情书变着花样写，这种恋爱脑真可怕。不是说是清大第一才子吗？
怎么这么倒贴？听着这些毫不留情面的嘲讽，苏冉冉心下一沉，直接闯进人群里，一张一张撕着，撕到最后，耳边又传来了陆清欢的声音：实验，苏冉冉给你表白这么多次，你对他有多少好感？裴时燕的声音一如既往的冷冽，只说了一个字：零。眼看着两位主角都亲临现场，苏冉冉还被当场羞辱了一番，人群中传来的笑声愈发欢快肆意了。有些好事者生怕吵不起来，故意阴阳怪气问他：苏冉冉，你都表白99次了，却只得了0弹，是不是得继续努力啊？下一次表白打算什么时候开始？我们大家伙都来观摩观摩，帮你指点指点，怎么样？苏冉冉紧紧攥住手中破碎的情书，一些话涌到嘴边，她刚想张口，但看着四面八方投来的看戏的眼神，还是忍住了。她嗤笑了一声，高高举起手里的情书，像是在挥舞着战旗一般，高声宣告着：好，第100次告白在学校的中心广场，12月3号早上9点，欢迎全校同学携朋带友前来观摩。说完，苏冉冉也不管周围人是什么反应，咬着牙昂首阔步地离开了现场。这天上午的课她没有去上，而是回了家，水龙头淋淋漓漓接了一满盆水，苏冉冉毫不犹豫地把头埋进了水里，直到胸腔处出现窒息的感觉，她才撑着台面起身，大口大口呼吸着新鲜空气，被气得昏昏沉沉的头脑清醒过来。苏冉冉看着镜子里那张已经平静下来的脸，把那一沓情书一封封撕碎，然后烧成灰烬，全部冲进了下水道。周末沉寂了许久的社团突然发了消息，说要聚一聚。苏冉冉正好要交退团申请，就赶了过去。结果一推开门，却看见从来不参加这些活动的裴时燕也破天荒的来了。苏冉冉目不斜视，只当没看见，一个人坐到了角落。一看见苏冉冉，陆清欢的几个朋友立刻唱起了红白脸。清欢，时燕怎么会答应来呀？那当然是因为清欢爱热闹，谁不知道咱们校草只听清欢的话。苏冉冉懒得理会他们这些小把戏，随手拿了几个橘子包着吃。人都聚齐了，社长便宣布游戏开始。苏冉冉没什么兴趣，却被拉着参加了，只能强打起精神玩这种无聊的大冒险游戏。玩了7、8把，终于轮到裴时燕输了，大家都兴奋地怪叫起来。哦吼！裴校草抽到了和在场任意一位异性接吻3分钟的卡，快！校草选谁和你一起接受惩罚？苏冉冉知道他不会选自己，也不关心他选谁，低头玩着手里的骰子。而事情也不出苏冉冉所料，裴时燕选了陆清欢，但却提出了一个要求，要把房间里的灯都关了。房间里一片漆黑，只听得见喘气声和社员们时不时传来的窃窃私语。3分钟后，灯打开了，裴时燕先落座，陆清欢一个人愣在原地，脸色不是很好看。裴时燕没有亲他，苏冉冉淡淡扫了他一眼。听见社长说新一轮游戏开始，苏冉冉随手就把手里的3个骰子丢了出去。不巧，3个1点，全场最低点数，愿赌服输。苏冉冉一句话没说，从一堆卡牌里抽了一张，还是刚刚那张卡，一模一样的惩罚。顿时房间里所有人的表情都变得兴奋了起来，眼神在苏冉冉、裴时燕和陆清欢3个人身上轮流穿梭着。苏冉冉只当看不见，随手拨了拨游戏的转盘，指针指向了苏冉冉对面的一个学弟。一时间，所有人都以为他要反悔，纷纷停住了呼吸。苏冉冉却面不改色的起身，直接走到了学弟面前，语气里满是无所谓。麻烦了，学弟。学弟一脸茫然，正要站起身，裴时燕突然猛地起身，一把掀翻了凳子。就在所有人都不明所以时，他冷冷打断：玩了这么久，有点累，该中场休息了。他开了口，他的几个室友也纷纷附和，社长只好宣布惩罚暂停。休息时，有几个男生说有点饿了，几个室友连忙拖着房间里的女生下楼，说要去买吃的。这一去就是20分钟，眼看着人迟迟不归，社长也不想再等了，直接宣布游戏继续。苏冉冉放下手机，环顾了一圈，才发现那个学弟不见了。准确来说，是除了裴时燕以外的所有男生都不见了。苏冉冉都不用猜就知道，这又是裴时燕故意为之的。但苏冉冉并不想入他的眼，所以他端起了面前500毫升的酒杯，对着全场示意了一番。苏冉冉选定的搭档走了，按照游戏规则，他选择喝完酒完成惩罚。说完，他仰起头，面不改色地把杯子里的酒喝光了。裴时燕没想到苏冉冉宁愿喝酒也不选他，脸色顿时冷了下来。他沉着眼看向他迅速升温的脸，把手里的骰子捏得滋滋作响，少了一半人，游戏也没了乐趣，聚会就这样散了。苏冉冉醉意醺醺的等到最后人都走了，才把包里的那份退团申请交给了社长，扶着墙想要下楼。刚走到楼梯口，苏冉冉迷迷糊糊的看到了不远处的陆清欢，正想装看不见躲开他却一把抓住了苏冉冉的手，眼里满是愤慨。刚刚开灯后，你看我那个眼神是什么意思？我告诉你，时燕就算没亲我，那也是有理由的，那代表他对我的珍视。真是，苏冉冉差点笑出声，但他知道此刻无论他说什么，陆清欢也听不进去，于是苏冉冉点了点头，你说的都是对的。说完，苏冉冉就要扶开他的手离开，可陆清欢却越抓越紧，还一边骂着不肯罢休。他们2个人争执着，苏冉冉本就脚步虚浮，被一拉扯直接稳不住身形，往后倒去，一路滚下高高的阶梯。陆清欢吓了一跳，一时没站稳，也跟着一起滚下了楼梯。听见楼上传来的动静，下面几个还没走远的同学连忙回转身查看情况，眼看着2个人都伤得不轻，大家当即就乱了阵脚。最后还是裴时燕联系了人，把2个人送到了自家医院。一番检查后，医生说是骨裂，不及时治疗可能会有残疾的风险。从发现2个人受伤的那一刻起，裴时燕的视线就没有从苏冉冉身上离开过。看着他那惨白的脸色和额头上不停滚落下来的汗水，他仿佛能感同身受一般，心也揪着痛。手术室已经准备好，但医院里能做这个手术的现在只有1位专家。裴时燕必须决定好先后顺序。他下意识地看向苏冉冉，正好迎上了苏冉冉看过来的目光，那双眼睛里没有了往日的依恋，
炼和炽热，只剩下一潭死水般的平静。这个眼神让裴时燕的心狠狠颤了一下。先生，您快点决定吧，先让谁动手术？苏冉冉脸色惨白地躺在担架上，就在晕过去的前一秒，他听到裴时燕掷地有声地说出了那个名字：陆清欢，先救陆清欢。很快，医生就推着陆清欢进了手术室。门关上的刹那，苏冉冉也彻底晕了过去。再次醒来时，已经是1天后。苏冉冉睁开眼睛，第一动作就是伸手摸向自己的腿，在感受到她的腿还在，并且有知觉之后，苏冉冉才松了一口气，眼里涌出劫后余生的泪。幸好她没残废。苏冉冉的父母收到消息，很快赶来，把她升到了顶楼的 VIP 病房，细心照料着。2个小时后，陆清欢就住到了苏冉冉对面，裴时燕亲自挽着她进去的。为了方便检查，2间病房的门都开着，苏冉冉能清楚得知对面病房的情况。陆清欢一直在呼痛，裴时燕就找各种话题分散她的注意力。后勤处送来的病号餐不合她的胃口，她就亲自回家做了很多清淡的食物来。她嫌在病房待着无聊，她就找来各种新鲜有趣的玩意给她解乏。住院这10来天里，2个人亲密到连护士都八卦了起来，纷纷议论着自家院长是不是要有儿媳妇了。苏冉冉静静地听着，没有掺和进去，但她心里清楚，裴时燕做这一切不过是做给她看的。毕竟这病房门苏冉冉关了上百次，每次刚一合上，就有护士过来查房，100分100地开门概率，总不能是凑巧吧？出院那天，苏冉冉在地下车库又碰到了他们俩，看见他来了，裴时燕直接把坐在轮椅上的陆清欢扶起来送到了车上，隔着车窗，陆清欢探出半个头，对着苏冉冉假惺惺地笑着。苏冉冉，听说你就住在实验家对面，我们捎你一程吧。苏冉冉不想理会他，头都没抬一下，直接上了车。等车开到公寓楼下，苏冉冉谢绝了父母的帮忙，一个人拄着拐杖回了家。电梯从负1到1楼，原本开车要送陆清欢回家的裴时燕突然走了进来，他们2个人对视了一眼，都没有说话。电梯在17楼停下，门口的裴时燕迟迟不出去，苏冉冉只好拄着拐杖多绕了几步，先出了门。他走得慢，但身后的人走得更慢。苏冉冉能感觉他的视线一直落在自己身上。等走到门口，苏冉冉想输入密码，手里的拐杖突然掉在了地上，他只能靠着墙慢慢蹲下去。刚触碰到拐杖，眼前突然落下了一片阴影。裴时燕也蹲了下来，或许是打算帮他捡东西，但在触及到苏冉冉视线的一瞬，他的手又收了回去，把自己散开的鞋带系上了。苏冉冉讽刺一笑，捡起拐杖，慢吞吞地站起来进了房间。在家休养了许久，很快就到了期末考。虽然马上就要出国了，但苏冉冉的腿勉强能下地了，所以他没有申请免考，去参加了考试。阶梯教室楼梯太多，苏冉冉腿伤没好，就坐在了中间的第1排。没一会，裴时燕也扶着陆清欢走进来，一看见苏冉冉，陆清欢立刻矫情地说自己腿疼，要坐第1排。裴时燕便扶着他走到苏冉冉旁边，然后自己坐进了靠墙那个位置。考试很快就开始，陆清欢瞄准老师走下最后一个台阶的瞬间，把一个提前准备好的纸团丢在了一道走廊之隔的苏冉冉的桌上。苏冉冉握笔的手一顿，还没搞清楚状况，就被刚好转身的老师呵斥了。考试前我就再三强调，可以考得差，但人品不能有问题，不能作弊。你还明知故犯，苏冉冉取消成绩。直到这时，苏冉冉才知道陆清欢打的是什么主意，但他并不想吃这个哑巴亏，当即就站起来申辩，说要查监控。不凑巧的是，因为教学楼上午刚停了电，所以教室监控并没有及时打开。看着陆清欢那由惊转喜的表情，苏冉冉实在咽不下这口气。裴时燕就坐在陆清欢身边，他什么都看到了，老师也不想冤枉人，当即就把裴时燕请了过来。清大的教学楼是裴家投资的，裴时燕不需要讨好任何人，为人又清冷正直，所以他的话在一众师生中一向极具权威。听完来龙去脉后，裴时燕抬眸看了苏冉冉一眼，而后淡淡道：作弊的不是陆清欢。此话一出，几乎是瞬间锤死了苏冉冉。赵老师立刻就信了他，冷脸看向苏冉冉。苏冉冉，你还有什么好狡辩的？抄袭不认还污蔑同学，你简直冥顽不灵。之前的成绩该不会也是抄来的吧？无论如何，这一次我一定要上报全校通报批评。苏冉冉站在原地，只觉如坠冰窟。他以为在大是大非面前，裴时燕会坚持原则，所以才提了他的名字。但他没想到，他居然会在亲眼目睹了一切的情况下，帮陆清欢做伪证。眼下解释再多都苍白无力。苏冉冉深深看了裴时燕一眼，一言不发的离开了。看到苏冉冉的眼神，裴时燕忽然就慌了，他下意识的追出去拦在苏冉冉面前。苏冉冉，我知道这件事是陆清欢错，但他脸皮薄，我不想他被别人议论。一句对不起都不说，光顾着为陆清欢解释了。苏冉冉都开始怀疑那天自己看到的照片是不是一场梦。苏冉冉嗤笑着看向他，语气里满是颤抖和愤怒。所以这就是你帮着他污蔑我的理由？他受不了议论，我就受得了是吗？裴时燕，你是觉得我跟你表白了99次，脸皮厚的像城墙，已经强大到无惧任何流言了吗？看着苏冉冉这副样子，裴时燕左眼皮跳了跳，直接拉住了他的手。我不是这个意思，只是一门考试而已，学分还能补上。以后我会想办法弥补你今天受的委屈。弥补？你又不喜欢我，想怎么弥补？苏冉冉这讽刺的语气听得裴时燕心下一紧，险些将心里话都说了出来。谁说我不？一开口他就意识到了不对劲，急忙打住。你信我，等第100次告白，我会弥补你。裴时燕只差把一定会答应苏冉冉的结果挑明了，以前的他是不会露出这么多破绽的，眼下也不过是情急失智罢了。苏冉冉早已心灰意冷，一把扶开他的手，垂下眼，那就好好撕日历，等着最后一天吧。看着苏冉冉收回了手，裴时燕也怔住了，语气终于和软了几分。好，还有3天，我一定会给你一个满意的答复。离开前3天，挂了大半个月的公寓成功售出，中介过来送上合同，苏冉冉很快就签了字。3天后他就
就会搬走，这几天他会把家里的东西都收拾干净，到时候新住户就可以住进来。中介记下日期后，苏冉冉送他到电梯口，门一打开，裴时燕提着2个袋子走出来，他盯着中介看了半晌，很有礼貌地叫了一句姐夫好。中介愣愣地应了一声。电梯下去后，苏冉冉转身就要走，裴时燕突然叫住了他，把手里一个袋子递了过去。正好路过买多了吃不完，你要拿一些试试吗？苏冉冉扫了一眼，发现是他素日最爱的果脯，这家店在城东，来回要2个多小时，还要排上1个小时的队才能买到。他特意去买他喜欢的零食，又找了借口送来，无非是想为昨天的事情道歉。但苏冉冉已经不需要他的道歉了。苏冉冉什么也没说的接过来，又在到家后随手一丢，装着果脯的袋子在空中划过一道抛物线，精准落进了垃圾桶里。离开前2天，苏冉冉去了一趟打印店，花了几千块打印了1万份 A5 大小的卡片。他回了一趟宿舍，委托几个室友在3号那天爬到综合楼顶端，把这些卡片撒到广场上。室友们也都知道了最近发生的事情，听见苏冉冉不肯放弃，纷纷劝了起来。苏冉冉，要不算了吧，裴时燕都那样对你了，你何苦给自己找不痛快呢？是啊，他真的做得太过分了，太委屈你的喜欢了。虽然苏冉冉已经看开了，但听到朋友们这么关心自己，心头还是涌过一丝暖流。他摇摇头，放心吧，我有分寸，你们帮我撒下去就行了。我已经请了保洁公司收拾后事了，我也没打算告白，我真正想做的是告别。听到这话，几个女生都愣住了，你看我，我看你，猜不准苏冉冉葫芦里卖的什么药。他又说了句谢谢后，转身离开了。看着苏冉冉的背影渐渐远去，室友们翻开了纸箱，拿出了一张卡片，上面只写了一句话：苏冉冉永远都不会再喜欢裴时燕。离开前1天，苏冉冉去学校办完所有手续后，回家开始收拾起了行李。她刚搬过来半年，东西不算多，但大多都和裴时燕有关。她找了几个箱子，把这些东西都丢了进去。箱子丢进垃圾桶的那一瞬间，苏冉冉和裴时燕的所有都将成为过去。最后家里只剩下2套衣服，是他们2个人初见时苏冉冉穿的那套衬衫和那条黑色宽松牛仔裤。苏冉冉点燃了火柴，将它们焚之一炬，青烟升起，很快地下只剩下一片灰烬。她站起身，一转身就看见了不远处的裴时燕，正一脸诧异地看着她，清理一些不必要的垃圾。她淡淡说完这句话，转身上楼离开。当天天刚亮，苏冉冉就被对面的动静吵醒了。她迷迷糊糊地睁开眼，拿起手机看了看时间，就看见通知栏里飞快跳动的消息。苏冉冉看了后，发现所有消息都来源于一个20多人的群。1年前，苏冉冉为了了解裴时燕的喜好，偷偷潜了进去，一直忘记退。裴时燕也不知道她在里面，而一大早就开始热聊的是裴时燕那一宿舍的几个朋友。时燕起来这么早，不会兴奋到一夜没睡吧？那不废话吗？从昨晚11点就开始倒腾了，这次你真准备答应苏冉冉的告白了？滑到这里，苏冉冉的手顿了顿，罕见的看到下面裴时燕打了一大段字。不是答应，我和他本来就是两情相悦，是顺理成章的在一起。别问，快帮我看看今天穿哪套衣服比较好，是这套还是这套？看到他发出来的几10套衣服照片，群里瞬间沸腾了。我的个天，这么大动干戈，这还是我那不近女色的高冷校草吗？裴校草，我还是第一次看到你这么上心，你就这么喜欢那个苏冉冉啊？一片感慨里，裴时燕只回了一句话：很喜欢，这辈子非他不可。看见这一行字，苏冉冉情不自禁地笑出了声。她靠在床头，看着窗外越来越明朗的天色，脑海里闪过许多往事。再看见这句喜欢，她只觉得有一种欧亨利结尾的荒诞和幽默。喜欢他，所以就拒绝了他99次告白，任凭他沦为大众眼中的笑料。喜欢他，所以就对他爱答不理，还故意和别的男生亲密来刺激他。喜欢他，所以颠倒黑白污蔑他，百般践踏他的真心。如果这就是他的喜欢，苏冉冉实在承担不起，也无福消受。群里的消息刷新频率越来越快，在学校住的几个男生发了几张现场照片，才7点多，广场上就已经来了很多人，校内的校外的，老师学生都有，甚至有人在旁边卖起了矿泉水、花生烤肠，来了好多人，都是来看苏冉冉第100次告白的。实验赶紧过来，别到时候告白开始了，你这个男主角挤不进去。看热闹果然是人类的天性，苏冉冉准备退出，却看见了裴时燕刚给他发的消息。我准备出发了，你呢？我也准备出发了，只是准备离开。苏冉冉忽然很想看到裴时燕在操场上目睹那些卡片撒下后是什么表情，在得知他出国离开后又是怎样的心情。只可惜他看不到了。从今往后，裴时燕的一切都与苏冉冉无关。他慢悠悠的起来换一身衣服，然后去卫生间洗漱。一切完成后，他才拿出微波炉里的牛奶和面包，一边吃着一边整理着最后的行李。行李整理完后，整栋房子都空了。苏冉冉回身看了看空空荡荡的房间，然后拿出手机，将所有和裴时燕有关的号码账号都拉黑。做完这一切，他感到从未有过的轻松，拖着行李箱转身离开，奔向他灿烂崭新的人生。另一边离9点还有5分钟，广场上人头攒动，挤得水泄不通，连保安都来了现场维持秩序。看着楼下人山人海的热闹景象，苏冉冉的几个舍友都有些啧舌，语气还带着兴奋。这么多人，那想必等会的事情很快就会传遍全校吧？那样最好，免得以后苏冉冉都走了，还有人背地里议论他。几个人七嘴八舌说着，很快就到了8点59分。社长收到了苏冉冉平安到达机场的消息，立刻撸起了袖子嚷嚷道：苏冉冉已经到了，抓紧时间干活，丢东西的、拍照的都打起精神，务必在他上飞机前让他见到这一盛景。话音刚落，9点的闹钟就响了。2个女生一左一右各归其位，把早就放在窗台的一沓沓卡片推了出去。一瞬间，白色的卡纸从16楼的天台上如雪花般飞舞旋转着落下。广场上不知是哪个近视眼的同学叫了一声：下雪了！所有人都跟着抬起了头。卡
纸快要落地时，底下的人纷纷踮起脚尖抢了起来，想要看看上面写了什么。而在广场最中心的位置，裴时宴也翘首仰望着。几个朋友看着这大场面，都啧啧称奇的感慨起来。撒这么多，得有1万张了吧？苏冉冉还真是掏空了心思。你也不看看实验的知名度，不弄得这么声势浩大，怎么宣示主权、震慑情敌啊？也是，不过这些纸上究竟写了些什么？看苏冉冉之前的情书文笔挺好的，不会这是1万份亲笔情书吧？你别说，以他的耐心和毅力，还真有可能。我来接一张欣赏欣赏。听着朋友们这艳羡的声音，裴时宴心底也满是期盼。他抬手接了一张卡纸，噙着笑翻过来，等看见上面的字时，脸上的表情瞬间凝固了。一旁的朋友都凑过来想言语他2句，但瞥见纸上的字后，纷纷睁大了眼睛，说话都吞吞吐吐的。这不可能吧？一定是搞错了。几个人一边安慰着，一边捡起地上掉落的拿给裴时宴看，但新捡起来的几份依然是一模一样的印刷体。我苏冉冉永远都不会再喜欢裴时宴。这下大家是彻底慌了神，连忙从旁边的观众手里抢过几份，但到手之后看到内容，心头的惊惧却不断在加深。怎么可能呢？不是告白吗？这写的什么玩意啊？是不是有人在故意捣乱啊？几个人还在找着借口，旁边围观的群众已经人手接到了一份，高声嚷嚷了起来。哎呦，苏冉冉永远都不会再喜欢裴时宴，原来这不是告白啊！我靠，把大伙都骗了，就为了澄清这件事是吗？这么费尽心思宣传，这下全校都知道了，太好了，没了苏冉冉，再也没人缠着我们校草了。裴时宴的脸色在这一浪高过一浪的议论声中慢慢褪去了血色，他只觉得心头像是被什么堵住了一般，气息上不来，大脑里缺氧，只剩下一片空白，一双手紧紧攥着一沓纸片，指节处因为过度用力微微泛白，他的胸口剧烈起伏着，抬起头看着还在洒落着纸片的天台，眼底被震惊和惶恐的情绪所占据。广场上数千人纷纷踮起脚尖，想要看他的反应，而他也不负众望，甩开了手里的东西，迈着大步往综合楼里走去。看热闹的观众们连忙跟上去，将最后一沓纸扔下去后，他们准备收工，结果刚走到门边，就听到底下传来了轰隆隆的声音，电梯也迟迟不上来，他们便准备从楼道走下去。刚走到15楼，迎面就碰到了裴时宴，他带着几个朋友跑着上来，一看见他们，直接拦住了通道。几秒后，浩浩荡荡的围观群众跟在后面也上来了。面对来势汹汹的几人，他们丝毫不怵。哟，这不是咱们清大校草吗？不是说你看不上苏冉冉吗？怎么也来凑这种无聊的热闹？听着这阴阳怪气的声音，裴时宴的手猛地攥成拳，脸色瞬间冷了下来。这些东西是你们自作主张撒下来的。听到自作主张几个字，3个女生都乐不可支的笑了起来。我们哪敢呀？这可是苏冉冉花了大价钱亲手打印，辛辛苦苦搬到学校来的，我们最多只能算个了断性的搬运工。听到真是苏冉冉的手笔，底下的学生们都窃窃私语起来。裴时宴不是不喜欢苏冉冉吗？怎么人家都放弃了，他还有些不甘心啊？你懂什么？这在我们小说界里叫高岭之花，被拉下神坛后追妻火葬场了。要我说，他要是这时候后悔了，还真是活该被这么不给面子。前99次干嘛去了？这些妄自揣测的话落在裴时宴心里，就像一把把利刃般戳破了他长久以来的信心。这2年里，他自以为对苏冉冉了如指掌，能轻松拿捏他的想法和行动，而事实也如他所料，前99次告白都顺遂结束。他以为一切都能在第100次画上圆满的句号，结果在他最胜券在握的时候，苏冉冉以一种昭告天下的方式给了他致命一击。他再不能像从前那样装出一副清冷云淡风轻的模样，而是彻底暴露了本性。他一把抓住楼梯扶手，声音急促里带着慌张。他人呢？社长看着他的脸色，脸上浮现出一个幸灾乐祸的笑，抬起手比了个翅膀震动的动作。表白都结束了，当然是飞了。裴时宴下意识地觉得他这是在骗自己，但在听到最后2个字时，他的心跳都停滞了几秒。飞了是什么意思？他忽然升起一股不好的预感，推开挡在眼前的几个女生，往天台上奔去。天台上空空荡荡的，没有任何人影，而楼道和电梯里都堵满了人，他不可能下得去。他今天没有来学校吗？意识到这一点后，裴时宴脑海里的记忆飞速回溯着。他8点半赶到学校，8点出门，7点半挑好的衣服，从此刻一直回想到昨天晚上在楼下见到他最后一面。他终于发现了问题所在，他策划好了这一切，按理来说应该一早就出门做准备，可从昨夜起，对门就没有发出过任何声音。要么是他在自己之后出的门，要么是他根本没打算亲自来学校。他花了这么多精力想要报复自己，却不亲眼来见证这一切，究竟是因为什么呢？裴时宴想不明白，他捂住急速跳动的胸口，恍然间觉得身体里某种东西正在飞速流逝着。他惶恐不安又无力挽回，保安倾巢而出，终于将堵在综合楼的人流疏散了。裴时宴被几个朋友簇拥着下了楼，一眼就看到了7、8个环卫工人正在清扫着地面的纸张。他茫然地俯下身，捡起一张已经被踩得满是脚印的卡纸，再看到上面的字，他又是另一番心境。先前的愤怒和震惊已经转变成了无边无际的惊慌和恐惧，一种事情已经脱离掌控，朝着无法预料的方向疾驰而去的惊慌，和前方迎接自己的是未知的更为沉重的打击的恐惧。几个朋友第一次从他脸上看到这副表情，抓耳挠腮的想办法开解着他。没事的实验，苏冉冉搞这么一出，肯定还是在为上次被通报的事情生气呢。你回去好好和他解释解释，把藏在心里的话都说开。他那么喜欢你，一定会原谅你的。对，
他追了你2年，99次告白啊，你稍微哄哄就好了。虽然大家都在往好的方向说，但第六感告诉裴时彦，这一次和以往都不一样。他抑制不住那股心慌的感觉，也不想听他们在耳边吵闹。心烦意乱之下，他直接开着车回了公寓，想找苏冉冉问个明白。10点半，他停好车，刚走到小区门口，看到环卫工正在清理垃圾桶，莫名就联想起了昨天看见苏冉冉蹲在地上烧东西的画面。他那时就觉得苏冉冉有些不对劲，却又没问出缘由。现在想去看看苏冉冉具体烧了什么，环卫工却已经摆上了新的垃圾桶，开着车走远了。裴时彦只能拿着那张卡纸上了楼。电梯门一打开，他就被门口的几大箱行李堵在了里面。一旁的小哥看见他出不来，连忙说着抱歉上来移开行李。他猜测这应该是隔壁某户刚搬来的邻居。想起苏冉冉的腿伤还没好，他便打算借着提醒他出门小心的名头去找他聊聊。结果刚走到自家门口，他却发现对面的门虚掩着。他抬起手敲了敲，里面很安静，没有人的动静。这异常的寂静让裴时彦不自觉地皱起了眉头。他正想推开看看，身后突然传来了一道男声：“你是住在对面的邻居吗？你好，我是1705新搬来的住户，请问1705。听到这一串数字，裴时彦下意识地看了一眼门上的牌匾，下一秒他整个人像雕塑一样定在了原地。刚刚那个小哥推着行李箱走过来，还在热情地做着自我介绍，裴时彦一个字都没听进去。他木然地转过身，眼睛死死盯着小哥，手指着左手边的门牌号1705新住户，那原住户呢？小哥擦着脸上的汗，眼里满是喜悦的表情。中介说他今天早上搬走了，你认识他吗？能把他联系方式推给我吗？他似乎是急着走，这套房挂的价格很低，我捡漏抢到了，还想和他说声谢谢。”短短几句话，直接让裴时彦脑子宕机了。他怔了许久，然后突然反应过来，侧过身一把推开了虚掩的门。房间里空空荡荡的，除了常用的家具，一件私人用品都没有，干净的像新房一样。小哥没有察觉到他渐渐灰败的脸色，仍旧呲着牙笑着：“干净吧？听中介说那位小姐姐收拾了3天，因为不方便搬走，还丢了好多东西呢。”裴时彦不知道自己是怎么回的家，等他反应过来时，才发现自己瘫倒在玄关处，双腿都蹲到失去了知觉。他整个人像是刚从水里被捞起来一样，浑身都湿透了，被汗打湿的衣服沾在身上冰凉无比，让他不自觉地打起了寒战。他拿出手机找到了苏冉冉的微信，抖着手打下了几个字：“你为什么要搬走？”刚按下发送键，屏幕上就出现了一个小红点和2行非好友的提示。这红色落在眼中，刺得他眼神凝滞了几秒，然后他不信邪似的又发了几条消息出去，又接连冒出好几条提醒。看着手机屏幕，他像是被噎住了一般，头尖快要无法呼吸。他死死掐住自己的脖子，脸色迅速变得通红一片。就在他快要窒息之时，电话响了，他这才松开手接了起来，耳畔却传来的是有慌慌张张的惊呼：“时彦，不好了，苏冉冉她去意大利了。刚刚我和猴子在公告栏这边，在交换声明单上看到了她的名字。”这句话如同惊雷般在裴时彦心底掀起滔天巨浪。他想扶着柜子站起来，可早已酸麻的腿根本不听使唤，他直接一头倒在了地上，额头正好撞到了墙角处，磕出一个血洞，鲜血汩汩涌出来。掉在一旁的手机传来嘈杂的声音：“你怎么了？我们马上过来。”可裴时彦已经无暇去听他们说的究竟是什么了。他抬起手捂住伤口，只觉得脑子里似是有蚂蚁在啃食一般，神经处传来的痛让他难以忍受。他蜷缩成一团，喉咙里发出痛苦而低沉的声音，眼前一片漆黑。在彻底昏迷过去前，他最后的意识是一句他今日看过无数遍，已然刻在心里的话：“我苏冉冉永远都不会再喜欢裴时彦。”裴时彦伤得很重，虽然侥幸捡回一条性命，但还是住进了重症监护室。等他在醒来时，才发觉已经是3天后。几个朋友靠在他的病床前，长舒了一口气，然后絮絮叨叨地说起了他昏迷过去这几天发生的事情。根据打听到的情报，苏冉冉3天前就已经到意大利了，不过一直没办好那边的入学手续。听说名单公布后，有人去学校举报他，说他前不久考试作弊，应该会取消这次留学名额。要是名额取消了，那他8成要回来。时彦你就放心吧，他跑不了了。裴时彦的心猛地跳了跳，眼睛蓦然睁大。他去了意大利，考试作弊，名额取消，回来他还没从这巨大的信息量里缓过来，门外就传来了叩门声。一个室友跑过去开门，剩下3个人纷纷侧目，就看见了清大声名赫赫的陈教授沉着一张脸走了进来。他瞥了病床上的人一眼，不怒自威的气息让人不敢直视。“你就是裴时彦，听说苏冉冉和陆清欢的抄袭事件是你做的证，我想和你聊聊。”听到这话，几个室友也不敢逗留，连忙离开了病房。看着慢慢被拉上的门，裴时彦微微抬了抬下巴：“你就是裴时彦，听说苏冉冉和陆清欢的抄袭事件是你做的证，我想和你聊聊。”听到这话，几个室友也不敢逗留，连忙离开了病房。看着慢慢被拉上的门，裴时彦微微抬了抬下巴：“是我。”得到了肯定的回答，陈教授脸上瞬间涌起了怒气，声线刻意加重了几分：“苏冉冉和我说，你做了伪证，这么大的事，你居然敢造假，你知不知道这么做会对他的前途造成什么影响？因为背着抄袭的黑锅，他会被取消交换生名额。学院为了压下舆论，还在商量要开除他。一旦文件发下来，再加上上次他因为你在网上引起的舆论，他这辈子都会毁在你手里。他是喜欢你，但你平心而论，这2年里他有做过任何对不起你的事吗？你就这么恨他，一定要把他逼上绝路才行吗？你要是还存有一点为人的良知，就赶紧找校方说清楚真相，不然不仅是他，我和整个设计学院都会毁在你这一句谎言上。”听到这些话，裴时彦只觉得脑子里嗡嗡的，心头瞬间慌乱了起来。他当时只是因为社团聚会苏冉冉不肯选他，还在和苏冉冉赌气，想逼他来求和才骗了赵老师。他怎么也没想到会引起这么大的连锁反应，更不敢设想要是一切都向陈教授预料的方向发展，最后会闹到什么地步。如果自己真的毁了他的未来，那以他的性格，恐怕这辈子都会恨死自己。
会恨死自己，爱人反目成仇人，这是裴时宴宁死都无法接受的。他在顾不上额头的伤口，挣扎着起身，要和陈教授去学校说清楚真相。两个人刚出门就被医护人员拦住了，几个医生不敢放他走，纷纷劝着他，他却一句也听不进去，执意回了学校。陈教授已经提前联系好了风纪部的负责人，裴时宴当着设计学院院长和赵老师的面，指认了是陆清欢传的小纸条。陆清欢没想到他会突然反水，瞬间就慌了，连忙说不是自己。赵老师也没想到他会推翻口供，一时不知道该不该信。裴时宴冷着脸看了一眼一直在狡辩的陆清欢，打开手机拿出一张照片，这是陆清欢以前亲笔写给我的信，等一下我家里人会把原件送过来，你们可以对比信上和纸条上的字迹。听到这话，陆清欢的脸瞬间凝成一团，变得扭曲无比。他踉跄了几步，被几位领导严肃的眼神看得哆嗦个不停。实验，我是陆清欢啊，你忘了我们一起长大的吗？这件事已经过去了，你为什么要说谎？裴时宴看着证据确凿还想着抵赖的陆清欢，眼里闪过一丝厌恶。我从来就没喜欢过你，之前也不过是在演戏而已，现在我不想演了，当然不会再袒护你。你既然做了，就要为自己的行为负责到底。话音刚落，裴家人就把原件送了过来，经过一一比对，纸条上的字确实是陆清欢写的。风纪部当即就召开了会议，决定全校通报澄清事实，还因为产生的影响恶劣，将陆清欢退学开除，并将此事记入了档案。一切都了结时，天色都黑了。裴时宴扶着墙走出来，叫住了陈教授。陈教授，苏冉冉她知道国内这些事了吗？虽然事情完美化解了，但陈教授余怒未消，依然看他不顺眼。都要被开除了，还能不知道你脑子撞饭了是吧？被这么骂了一通，裴时宴心里越发难受，但他还是想解释几句。那事情都解决了，他还会回来吗？陈教授横了他一眼，语气里满是自傲。这个名额整个设计院就一个，苏冉冉是凭实力拿下的，在意大利好好进修3年，回来后前途无量，他为什么要回来？再说清大有你这种人，他不回来还能少受点罪。早知道他鬼迷心窍看上的是你这种人，我当初就该好好管管他。找对象的事儿，那一定要擦亮眼睛。另一边，苏冉冉接到陈教授的报平安电话时，正在海边晒日光浴。他不知道老师是怎么让裴时宴说出真相的，也不想去打听，只由衷的向老师表达了感激之情。陈教授又嘱咐了苏冉冉几句，就忙着去开会了。苏冉冉吹着海风，喝了一口旁边的果汁，悠然自得地靠回了沙滩椅上。3天前，苏冉冉到了意大利，本想直接办好入学手续，结果校方打电话回国核实情况，突然通知说他的名额有问题，暂时办不了。苏冉冉问了室友才知道是被人暗中举报，所以找到了陈教授说清楚情况，请他想想办法。虽然陈教授是清大的金字招牌，但苏冉冉也知道这件事很难说清，也做好了迎接暴风雨的准备。该说不说，自从遇到裴时宴之后，苏冉冉的抗压能力明显上一个台阶，现在面对可能被开除的严重后果，他都能看开了，没再当回事，甚至还有心情连夜买了张机票来爱情海边度个小假。眼下事情都解决了，苏冉冉也彻底放松了，琢磨着哪天回去把没办完的手续办完。他正翻着机票，宿舍群突然弹出来一条艾特他的消息：苏冉冉，刚刚裴时宴来宿舍找我们了，说想要你的联系方式，他说想道歉，我们可不会上他的当，你放心，一个数字都没透露。你不知道他现在可憔悴了，头顶上还裹着纱布呢，听说前2天还在重症监护室呢，真是恶有恶报，活该啊！看到这些绘声绘色的吐槽，脑海里瞬间浮现出裴时宴求苏冉冉新号码被拒绝的场面，他嘴角勾起一抹笑容，哼着小曲往群里发了个大红包。谢谢大家这些天帮我的忙，事情已经顺利解决了，等3年之期一到，我回国再请大家吃饭，当面表达我的感激之情。几个室友知道苏冉冉一向大方，也没有客气，都领了红包。他也很高兴能碰到这么好的室友和老师。订好最近一班回米兰的机票后，苏冉冉伸着懒腰站起来，踩着柔软的沙滩往酒店走去，身后浪潮一波波席卷上岸，海鸥停在遮阳伞上，温暖的阳光洒下来，照得人暖洋洋的，还真是个难得的好天气呢。这一次办手续的过程很顺利，没有再出现任何问题。苏冉冉看着手里盖了章的一沓文件和新领到的学生证，露出了满意的表情。陪着他的工作人员询问我是住宿舍还是自己找公寓，他因为不太能接受人员复杂的留学生宿舍，所以在来之前就让家里在学校附近购置了一套小公寓，当即就拎着箱子赶过去了。到达目的地后，苏冉冉看着面前的阶梯，又试着抬了抬沉重的箱子，长叹了一口气。苏冉冉正想着要不要花钱找个人帮忙，一旁却突然传来了清脆的男声。他循声望去，看到了一个金发碧眼的年轻男孩正用英语询问苏冉冉需不需要帮忙。苏冉冉连忙点了点头，男孩就和他一起提起行李上了楼梯，边走还边和他寒暄着。等到了公寓门口，两个人刚好做完自我介绍，苏冉冉躬身向他表达了感谢，他却把泛红的手掌拿给我看，善意的开起了玩笑。我帮了你的忙，一句谢谢恐怕不够吧，方便的话能给我一张你的名片吗？听见这个要求，苏冉冉怔了片刻，但很快就反应过来，翻找钱包却没找到名片，他只能满脸歉意的说了句抱歉。男孩却表示无妨，不知从哪变出来一支笔，把手背伸到苏冉冉眼前。电话号码还麻烦你写在我手上。苏冉冉犹豫了几秒，还是接过笔，在那只修长如玉的手上写下了一大串数字。搬进新公寓后，苏冉冉忙活了好几天，终于把家里布置好了。晚上他接到消息，本批国际交换生已经全部完成了报到，明天要在礼堂召开欢迎大会。他记下了时间，第2天早早出门。可因为学校太大，建筑风格又相似，他还是迷了路。眼看着要到时间了，苏冉冉正想找个人问问，手机突然响了，是一个陌生号码。思考了几秒，他还是接了起来，耳边传来一道很熟悉的声音，他却怎么也想不起来是谁。正疑惑着，苏冉冉的肩膀突然被
被人从后面拍了一下，他一回头就看到了前几天帮忙的男孩云溪正笑着和他打招呼，手机还举在耳边。苏冉冉这才反应过来这是他的号码，脸上流露出惊喜的表情。两个人拍了下掌，云溪问苏冉冉在发什么呆，他如实告诉了他自己遇到的困境。听到礼堂，他当即就表示自己也要去，可以为他带路。苏冉冉没有怀疑，他们两人穿梭在迷宫一样的校园里，一路有说有笑的绕了10几分钟。云溪指着面前的建筑告诉苏冉冉到了，他拿出手机一看，确实和校友发来的建筑图一模一样，连忙向他挥手道谢。这一场欢迎会开了2个小时，苏冉冉从礼堂里出来时腰都酸了，正想着午饭要去哪解决，面前突然蹦出来一个人。云溪笑着和苏冉冉打招呼，询问着他午餐的安排。苏冉冉正为这件事犯愁，他看出了他的烦恼，笑着给苏冉冉介绍了一家餐厅，邀请他同往。苏冉冉应了下来，跟着他绕出了学校。等走到餐厅门口，苏冉冉才发现这是一家中餐厅，眼里闪过了一丝疑惑。你想带我吃中餐吗？你吃得习惯吗？听说你们不太能适应这边的餐饮，我希望今天能有一个愉快的进餐体验，也想试一试中餐，所以才选了这家餐厅。苏冉冉没想到他这么贴心，也不想服了他的好意，笑着回应：那就这家吧，我也算半个东道主，这一餐就让我来负责，希望能给你一个良好的中餐体验。他们两个人边聊边进了餐厅，找了个位置坐下。苏冉冉拿着菜单一道道给他介绍了一遍，然后点了5道菜。因为他活泼而不失礼貌的性格，这顿饭吃的确实很愉快。他们聊着东西方的文化差异，又说起了学校里最近发生的诸多有趣事情，很快就熟络了起来。用完午餐，云溪陪苏冉冉回了公寓，临别之时他露出不舍的表情，很是礼貌地发出邀约：这个周末我能有幸邀请你一起喝杯下午茶吗？周末是个难得的好天气，苏冉冉欣然赴约，和云溪在花园咖啡厅里闲聊着。湖边飞来一群白鸽，一片羽毛翩然落在他头发上。云溪看见后笑着起身想替苏冉冉摘下来，他们两个人离得太近，从远处看起来很是亲密。苏冉冉抬起满是笑意的眼，刚说出谢谢，刚出口，余光往左边一瞥，眼神一下就凝固了。那个站在门口，额头上包着纱布，满脸憔悴不堪的男人，怎么那么像裴时宴呢？苏冉冉还没来得及细看，男人已经气势汹汹地走过来了。他垂下满是血丝的眼，从高处俯视着一桌可口的糕点，眼神在他们两个人之间转动着，愤怒地质问：他是谁？听到这熟悉的声音，苏冉冉才确定他就是裴时宴。虽然不知道他为什么会知道他在这里，但苏冉冉对他的出现并不意外。他知道他总有一天会追到意大利来的，毕竟在裴时宴眼里，苏冉冉是他手到擒来的猎物，他绝技不会让苏冉冉从他眼皮子底下挣脱。他早就做好了再见面的准备，因而面对他这恶劣的态度，苏冉冉显得尤为淡定。新交的朋友有事吗？朋友？什么朋友？男朋友是吗？最后几个字，裴时宴几近咬牙切齿。他怎么也没想到，自己拖着重伤千里迢迢飞来，想和苏冉冉好好解释坦白一切，却撞见他和别的男人约会，这才出国几天就找上新欢了。不是喜欢自己2年被拒绝99次都没放弃吗？不是说好第100次他们就在一起吗？他为什么出尔反尔，言而无信？意识到这一点，裴时宴胸中的怒火越烧越旺，语气里满是痛心疾首。你忘了？苏冉冉没给他重提旧事的机会，直接打断了他的话。追过你确实不是什么光彩的事情，忘了又怎么了？难道不该忘吗？你除了这张脸也没有什么过人之处啊，我看不上，想换换口味，难道也要征求你的同意？几句话直接把裴时宴呛住了，他难以置信地看着苏冉冉，眼底满是怀疑神色。苏冉冉，这几天你到底经历了什么？明明我们说好，我这几天过得很好，吃好喝好睡好，托你的福还有空出去旅游，倒是突然出现的你让我有些不高兴。你要是能听明白我的意思，恳请退出这间咖啡厅。说实话，你打扰到我和帅哥的用餐啦。说这话时，苏冉冉语气轻飘飘的，满脸理所当然。这冷淡赶客的态度让裴时宴本就差劲的脸色越发苍白。他这才意识到，原来一切真的脱离了他的掌控。他的情绪更激动了，一把拉住苏冉冉的手，语无伦次的开始解释：以前是我做的不对，我不该利用你的真心，对不起苏冉冉，你原谅我，再给我一次机会好不好？在苏冉冉眼里，他这欠到的毫无诚意。苏冉冉可是被当众拒绝了99次，他一句对不起就能全部一笔勾销，真是异想天开白日做梦。看着他微微颤抖的手，苏冉冉语气里带着嘲讽：我可消受不起校草的道歉，你放心，我们以后就是陌路人，你也不用担心我会缠着你了。看见苏冉冉眼里的坚定，裴时宴就知道他不是在开玩笑，他心慌的厉害，手上不自觉攥紧，抓的苏冉冉皱起眉头。听不懂他们对话的云溪，起初还以为他们是朋友在寒暄，眼看着局势不对，他连忙起身想帮苏冉冉解脱出来。这一举动对此时已然崩溃的裴时宴而言是一种挑衅，他想都没想就扶开了云溪的手。云溪被推得趔趄了几步，裴时宴冷眼看了他几眼，拉着苏冉冉就要走。云溪扶着墙稳住身形，看见苏冉冉抗拒的模样，立刻又冲了上去，对着裴时宴脸上就是一巴掌。两个人瞬间扭打成一团，原本祥和安宁的花园一脚乱了起来，桌子椅子都倾倒在地，满地狼藉。旁边的花盆景观也被推翻了，不少客人害怕被波及，纷纷涌出了门。2楼的店主当即就打电话呼叫了警察，警察来得很快，将打红了眼的两个人拉开，一起带回了警局。裴时宴头上的纱布都被扯开了，露出了狰狞的伤口，看得警察心惊肉跳的，下意识的
的认定是云溪在欺凌病人。云溪极力辩解着，挂了彩的裴时燕也不遑多让，非说是云溪先动的手。两个人吵了大半天，警察耳膜都要被震破，也没弄清楚到底谁是谁非。迫于无奈，他只能找第三方，也就是苏冉冉这个唯一的现场目击者。这位女士，请你描述一下事故发生现场的情况，可以吗？听到这句问询，两个人齐齐转过身，都把急切的目光锁定在了苏冉冉身上。从两个人打起来，他就撤到了一旁，以免被误伤。斗殴过程中更是一句劝架的话都没说过。看着他们对着彼此泄愤，眼下苏冉冉无法置身事外，也没犹豫，抬起手对着裴时燕一指，眼睛都没眨一下。是他先动手推的人。听见这话，裴时燕直接呆在了原地，不敢相信苏冉冉会指认他。他怔怔地看向他，连声音都在颤抖。我只是推了他一下，明明是他先打的人。苏冉冉，你为什么？话说到这戛然而止，裴时燕脑中闪过一丝灵光，顷刻间就明白了苏冉冉为什么要这么说。他在报复他，想让他尝尝被冤枉背黑锅的滋味。意识到这一点，他再说不出话，只觉得心口堵塞着，喘不上气。警察听不懂这句中文，还想请苏冉冉代为翻译，他直接撇清了关系。我和云溪一起用餐，他直接闯进来闹事，不顾我的意愿想强行带走我，然后还推人，所以他们才会打起来。裴时燕心底最后一点希望也彻底断绝了，他张了张口，声音嘶哑而无力。你以后都不会再站在我这边了，是吗？苏冉冉斜睨了他一眼，冷冷一笑，我是个诚实的人，只会站在真相这边。裴时燕还是不肯死心，又追问了一句，那如果今天是他先推了我，你会坦诚说出真相吗？这还用问？我和你非亲非故，很熟吗？云溪年纪小，脸皮薄，我当然要顾全朋友啦。撂下这么一句话，苏冉冉也懒得管他是什么表情，掉头就离开了。有了证词，再加上火速调来的监控，事实很快真相大白。裴时燕因为外籍闹事被拘留了。苏冉冉等着云溪出来后，同他又道了歉。他挥了挥手，没把受的小伤放在心上，反而说今天的约会被打扰了，想请苏冉冉下周再聚。苏冉冉谨慎思考了一番，虽然云溪长得确实很英俊，但从今天发生的事情来看，他似乎不够理智成熟。苏冉冉知道裴时燕不会善罢甘休，也不想把云溪牵扯进来，更不想再进一次局子，所以最后还是婉拒了。裴时燕找了很久的关系，才托人把他保释出来。他一个人在街头漫无目的的穿梭着，不知该去向何方。只要一想起这段时间里发生的事情，他就觉得整颗心都像被架在火上烤一样，无比煎熬。滔天悔恨如潮水般涌上心头，将他淹没的彻彻底底。他无比想回到苏冉冉第99次告白的现场，当场就答应和他在一起，表明自己的心意，那样就不会有后面这一连串的风波了。苏冉冉也不会放弃他，他们也能终成眷属。可深夜袭来的冷风冷雨打碎了他的幻想，他看着连绵不绝的小雨，终于意识到一切已经走到了覆水难收的境地。尽管如此，他还是不想放弃。他暗恋了2年，等了2年，绝不允许一朝期待落空。他发誓要想尽办法追回苏冉冉，像苏冉冉追他那样，用100种心意换苏冉冉一次原谅，只要一次就好。接下来半个多月，苏冉冉没有见到裴时燕，生活又步入了正轨。云溪后来又约了苏冉冉2次，他拒绝后，两个人的关系也就不了了之了。苏冉冉也没有为这段露水情谊感伤，正常社交学习，日子过得很充实。异国他乡，他又会些烹饪手法，因而很快融入了留学生的圈子。就在苏冉冉快要忘了裴时燕这号人时，他又突然出现了，带着几车的玫瑰气球，在学校堵住了苏冉冉。看着四面投过来的好奇目光，苏冉冉一时有些无语。裴时燕也不看他的脸色，抓住机会就把藏在心里的话和盘托出。苏冉冉，如果我也追你100次，你愿意再给我一次机会吗？如果是几个月前的苏冉冉听见这话，8成要感动到哭得稀里哗啦。但现在的他不仅无动于衷，还听得浑身起了鸡皮疙瘩。好狗血的剧情，好酸掉牙的台词。他当年是不是鬼迷心窍，居然能当众做出这么多次告白的举动？再想起往事，苏冉冉心中连唏嘘都没有，只剩下不忍直视。如果给他一次时空穿梭的机会，苏冉冉一定会竭力劝住当初对裴时燕一见钟情的自己，直接戳破他的真面目，不会再犯这么久的傻。2年700多天浪费在一个不值得的人身上，多么可惜。苏冉冉还在惋惜着，根本没听到身前的人说了什么。等了许久没等到回答，裴时燕的心越来越慌，整个人都变得局促不安，四下环顾着，想看看是不是自己哪做的不够好。可检查了一番，也没查出错漏，只能紧张地看向苏冉冉。可他刚垂下眼，苏冉冉就直接避开了他的视线，转过身对着远处挥起了手，语气里带着惊喜。嗨，杨晨晨、宋景言，你们去哪？他跟着移开视线，才发现苏冉冉是在对别人打招呼，这是他唯无物的态度，让裴时燕的心如坠冰窖。他的脸色顿时变得无比难看，拼命从牙齿里挤出几个字，想换回苏冉冉的注意力。苏冉冉，话还没说完，那个名叫杨晨晨的男生就走了过来，语气听起来分外熟稔。我们打算去露营，苏冉冉要一起去吗？天气晴朗，周末也没有别的安排，眼前还有一个大麻烦。苏冉冉没有拒绝的理由，爽快的答应了。宋景言料到了他会答应，顺手想要接过他手上的包，苏冉冉也没有推辞，直接将包递到他手上，笑着问起他今晚的安排。两个人都没有给裴时燕任何眼神，自说自话加入了露营小分队。看着一行人慢慢远去的身影，裴时燕的脸色倏地变得苍白无比，她紧握着拳头，看向杨晨晨的眼神里带着不甘和满满的嫉妒。裴时燕跟在他们后面，一起到了郊外，隔着一条河，她能清楚看清对面发生的一切。7、8个留学生正聚在一起烧烤聊天聚会游戏，看起来分外热络。她没办法融入其中，只能远眺，可越看心里就越堵得慌。不管苏冉冉做什么，那个叫杨晨晨的男生都跟在她身边，两个人之间的距离从没超过10步之遥，且越走越近。这不同于其他人的亲密态度，看得裴时燕眼红心热，只恨不得过去直接带走苏冉冉。但她清楚，如果真这么做了，那么一定会惹苏冉冉生气的。她不想让他们之间的关系继续僵化下去，所以不能做任何火
上郊游的事情，他只能咽下那些灼烧着心肺的复杂情绪，劝自己忍耐下来。这一忍就是6个小时。天慢慢黑下来，对面烧着篝火，伴着派对，热闹至极。许是太吵闹了，苏冉冉不太习惯，一个人去了河边想吹吹风。裴时宴抓住机会走到他身边，叫住了他。苏冉冉，我有些话想和你说。苏冉冉今天心情很好，但看他还是不太顺眼，语气算不上太好。不好意思，我不太想听。说着苏冉冉就要走，裴时宴一下就急了，直接拉住了他的手，眼里满是恳切。给我几分钟就好。苏冉冉，有些话我很久之前就想说了。听到这，苏冉冉终于抬头看了他一眼，表情却很微妙。很久之前？什么话？不会是2年前就对我一见钟情的鬼话吧？到最后，苏冉冉的声音已然带上了嗤笑意味，裴时宴却像被雷击中了一样，直接怔住了。他怎么也没想到会从苏冉冉嘴里听到他自以为掩藏的很好的心事。苏冉冉也不管他是什么心情，脸上的讽笑越来越浓。裴时宴，你掂量掂量，那些话说出来，别说我，换做任何一个人，甚至是你自己，你敢信吗？谁家的暗恋能藏住2年，滴水不漏？谁会为了满足自己的自尊心，当众拒绝暗恋对象的99次告白？谁又能在所有危难痛苦面前，一次不落地把喜欢的人推到对立面上去？这是爱吗？他不是恨极了吧？听着苏冉冉的嘲讽，裴时宴只觉得耳边隆隆的，脑海里一片空白。他极力想否认这一切，可到头来却一句话也狡辩不出来，只能说些苍白无力的话。不是的，苏冉冉，我是真的喜欢你，我身边所有人都知道的，他们都可以为我作证的。既然我不知情，那你喜欢谁和我有什么关系？反正从我的视角来看，你喜欢的人从头到尾都是陆清欢，你还是去找他坦白你的事情，诉说你的衷肠吧。你们那么般配，从头到尾都挺让我恶心的。苏冉冉脸上那毫不掩饰的嫌恶表情，成了压倒裴时宴的最后一根稻草。他的身体止不住的颤抖，却仍不肯松手，固执的想要留下苏冉冉。苏冉冉没有和他继续纠缠下去的耐心，直接抽出手转身就要走。2只手分离的瞬间，他感觉自己似是要失去所有，心间钝痛不已。他身上的力气顷刻间丧失殆尽，摇摇晃晃的似是要摔倒一般。苏冉冉熟练的视若无睹，迈着轻快的步伐回到人群中，一次也未曾回过头。苏冉冉以为只要把一切都说开了，裴时宴就会死心，但很快他就明白了，这人的脑子听不进人话，说什么都不中用。接下来几个月，只要他出门，就一定能在20米之内看到他的踪迹。每隔几天，他就会带着精心准备的东西走到苏冉冉面前，美名其曰要告白，1次2次第3次，苏冉冉都快记不清次数了。面对他这一意孤行的偏执举动，苏冉冉始终不咸不淡的，没什么反应，能装看不见就装看不见，实在不行就叫来保安，以扰乱治安的名头把他赶出去。这一来二去，整个学校都知道了裴时宴这号人物，也知道了他死缠烂打的事情，所以不管他走到哪，都会有人指指点点。但他并没有当回事，只一心追随着苏冉冉的背影。他以为只要自己坚持下去，终有一日能打动苏冉冉，可现实却远超出他的想象。苏冉冉不仅没有流露出任何感动的表情，还当着他的面接受了其他男人的示好。苏冉冉长得很美，性格又好，家里也挺有钱，所以她一出现就能吸引所有人的目光，身边也从不乏追求者。以前苏冉冉为了让她安心，会坚定拒绝其他男生的心意，一心一意扑在他身上。可现在苏冉冉却来者不拒，除了他，不管是谁送花，苏冉冉都会笑着接过去，一一道谢，似是在故意刺激他一样。裴时宴只能眼睁睁看着苏冉冉和周围的异性越走越近，什么也做不了。他们之间从始至终都只是普通同学的关系，他没有权利干涉他的社交自由。这一点是在他某次酒后失控，揍了一个送苏冉冉花的男生时，他给了他一巴掌后亲口说出来的。日久天长，巴掌印虽然消退了，但这些话却像烙印在他心上一样，成了悬在他头上的白绫，刺向他身体的一根针，让他刻骨铭心，再难忘怀。慢慢的，裴时宴开始习惯苏冉冉被人众星捧月围绕的画面，他也不得不承认，苏冉冉说的对，他从来就不是他的私有品。在一次又一次被拒绝后，慢慢的，他有些麻木了，不管苏冉冉说出什么伤人的话，递过来什么眼神，他都不会再有心痛的感觉了。他数着次数，从1到50，从冬走到春，再到初夏1度，他以为日子会这样平淡的继续下去，从50到100，或许还会有第101次。裴时宴从没打算放弃，就在他以为自己真的已经能看淡一切的时候，变故出现了。苏冉冉牵着一个男人的手出现在他面前，笑着告诉旁边人，这是我的男朋友。那一刻，裴时宴只觉得天都要塌了。他以为苏冉冉只是周旋在那些男人之间，做样子给他看，从没想过苏冉冉会有答应别人的那天。而当这一天真的发生在他眼前时，他浑身血气上涌，瞬间失去了理智，直直冲上去想问个明白，可人还没走到跟前，就被正好在巡逻的保安拦住。隔着一道人墙，他红着眼，嘶声力竭地问出那句为什么。苏冉冉的眼神在他身上停顿了1秒，语气淡淡的，我年轻又有钱，又有大把的空闲时间，和帅哥谈恋爱怎么啦？爱你是啦。裴时宴为此颓废了很久，他一个人在酒吧买醉，夜夜喝到烂醉如泥，也没有人看顾。每天醒来时，他看着空荡荡的四周，都会难以自抑地陷入痛苦的情绪。背井离乡，无亲无故的孤寂，爱而不得的苦楚，都成了梗在他心头消解无门的刺。偶尔喝猛了，他会生出一股豁出去的念头，想要去找苏冉冉求她分手。可每次一走到苏冉冉身边，看到她和新男友
牵着手笑盈盈的场景，他就再没有了上前一步的勇气。裴时燕认识苏冉冉2年了，但他从来没有在苏冉冉脸上看到过这么幸福的笑容，因为他们在一起的那些日子，连平凡都说不上，确切来说，都是一些难以回首的痛苦日常。他光是看一眼苏冉冉和别人在一起就那么幸福，那过去苏冉冉看着他和陆清欢亲密，又是何种心绪呢？时至今日，裴时燕终于能感同身受，可一切都晚了。他听不进去朋友家人的劝告，执意要留在米兰，求一个结局。一天一天那么漫长，又那么迅疾。夏日暑热散去时，裴时燕终于等到了苏冉冉分手的消息。起初听到时，他还不敢相信，直到听人再三提起，他才敢将那些压抑在心底许久的喜悦情绪释放出来，含着笑去找苏冉冉，想要安慰她。可一切又出乎了他的意料，苏冉冉没有表现出任何难过的情绪，看向他的眼神和几个月前没什么差别，像看空气一样。裴时燕脸上的笑僵住了，他试探性地问了苏冉冉一句：有没有受委屈？这段感情对于苏冉冉而言，确实是见色起意，他就是贪图对方的美貌，所以才谈了几个月。现在脸看多了，也有些审美疲劳了。刚好男方要回国，苏冉冉就顺势提了分手。要说真情吗？他的确投入了一些，但并不是很多，所以分开后除了开始有些怅然，他很快就恢复了过来。所以听见裴时燕很是突兀地问出这么一句时，苏冉冉一时有些无语，他盯着他看了半晌，最后端出一个很有礼貌的笑容：和平分手，他情我愿，有什么委屈不委屈的？听到这话，裴时燕的心稍安，下一秒就被苏冉冉冷不丁的一句话噎住。再说了，就算受了再大的委屈，比起前2年经历的，又能算什么事呢？你不是亲眼见证的当事人吗？又何必在这猫哭耗子假慈悲呢？最后几句嘲讽让裴时燕一下就急了，他想要解释，苏冉冉却一点机会不给他。当年的事我可以解释的，苏冉冉。好了好了，再说就烦了。裴时燕，不要在我面前演了好吧？我已经欣赏不来你那3分冷淡、3分薄情、4分故作姿态的演技了。你要是戏瘾犯了，就回国去找陆清欢和你那群朋友，好不好？他们肯定乐意捧你的场。几句话说的裴时燕面红耳赤，再没有勇气开口。苏冉冉一把推开他，直往教学楼走去。现在恋爱的瘾也过完了，该把精力都放在学习上。苏冉冉可是答应过陈教授，要做出点成绩回国报谢师恩的。经历过这么多事，裴时燕已经不会被他这3言2语打击到了。他甚至重整旗鼓，准备继续告白了。从第50次到第99次，从末夏走到隆冬，面对他整出来的一泳池的花，绚烂的烟花表白，绕着米兰上空飞行的无人机方阵，苏冉冉毫无反应。他甚至有些庆幸把周边人对他的称呼都纠正了。现在大家都叫他的英文名字，很少有人知道他就是那个被反复告白的人。到了这个地步，裴时燕能想出来的表白花样已经黔驴技穷了。毕竟前99次都没能打动苏冉冉，他实在无可奈何了。最后还是在朋友的提醒下，才想出来一个办法。第100次告白，他选在了学校的小花园。他在花园里摆了一个巨大的多米诺骨牌阵，拼出了他们第一次见面时的场景。他用了很多星星灯挂在树梢，准备在夜里点燃花园里的蜡烛，带着苏冉冉回到过去。为了把他骗过来，裴时燕托了很多人，筹备了几十份预案。这一次他一定会让苏冉冉明白，当初是真的对他一见倾心，现在也是真的知错悔改了。一切都安排好了，只出现了一个意外。定好的时间到了，女主角没来，原先托的人都找不到苏冉冉的人影，准备的所有预案全部失效。眼看着辛苦筹备的惊喜即将功亏一篑，裴时燕整个人都失控了。她像疯了一样开着车，把所有能找到的地方都找遍了。9点的闹钟响起，黑暗的花园在瞬息间被灯光点亮，无数气球飘起来，天上落下花瓣羽毛，浪漫的钢琴音在林间回荡着，啪嗒啪嗒的声响不绝于耳，是骨牌阵自行启动倒下的声音，一秒一声，持续了10几分钟后，最后一张牌倒下的瞬间，所有蜡烛都燃了起来，灯火通明，将地上那幅栩栩如生的天鹅起舞图映照得格外清晰。所有惊喜都完成了，裴时燕却觉得自己浑身的力气都被抽干了。她扶着一旁的花架，额头渗出密密麻麻的汗水，眼里没了焦距，无他，只是因为她右手边特意为女主角空出来的那个位置没有任何人影。苏冉冉没有来到她第100次告白的现场，就像苏冉冉也没有去到自己第100次告白，哦不是告别的现场一样。裴时燕知道苏冉冉应该是看破了她的想法，故意消失的无影无踪的，而事实也如她所料。等到一切尘埃落定，她的手机响了，打开是一个陌生的国际电话，但一接起来，她很快就听出了电话那头是苏冉冉，耳畔传来惊涛拍岸的海浪声和几声浅笑。听说你准备在今晚进行第100次告白，只可惜我现在不在米兰，真是抱歉。裴时燕那已燃烧成灰烬的心，在听到这熟悉的声音之后，又死灰复燃了些许。她咽下心口那些痛苦和不甘，装出若无其事的语气回答：没关系，你能给我打电话我已经很开心了，只要你愿意，我可以准备第101次告白的。她的声音里带着隐隐的期盼，似乎已经做起了苏冉冉原谅她的美梦。苏冉冉并不想制造这种幻觉，她看着眼前汹涌的海水和照在身上暖融融的日光，语气里带上了几分愉悦。那倒不用了，我今天打电话只是想通知你2件事。裴时燕喉头耸动着，握着手机的手一紧，眼里闪动着亮光，不知是莫名滋生的希望，还是蜡烛摇曳不停的光影。第一件事是想好心提醒你，现在是冬天，天气干燥，你要是玩完了，就把那一花园蜡烛赶紧吹了，免得惹出大祸。听到这话，裴时燕一抬头，就看到了一片缓缓飘落下来的枯叶，在打着圈旋转。第二件事是想告诉你一个好消息，我又谈恋爱了，这个男朋友嘛，比上一个还要英俊一点，你的告白可以停止在第100次了。简单的几句话落在裴时燕脑海中，却响起了无数回音。刹那间，她像是中了魔咒一般，被这几句话反复洗脑，额头传来锥心刺骨的痛。剧痛之下，她再没有了任何力气。啪的一下，手机滑落下来，砸在了烛台上。不巧的是，为了方便侧去摆放，这些烛台之间都绑上了丝线，一根蜡烛倒下去，牵扯着旁
旁边的都跟着倒下去。炽热的火焰扑向了洒落一地的枯叶和羽毛，又蔓延到了木质的骨牌上。东风肆虐，几个呼吸间，大火就在花园里肆虐开来了。裴时燕的眼里倒映着这冲天火光，身上的寒意也被这暖热驱散，但她却没有任何逃离呼叫的动作。她像是一尊雕塑一般，成了这花园里的一部分。一整夜过去，花园里的树木都被焚之一炬。唯一值得庆幸的是，没有人员伤亡。准备这个惊喜时，为了保密，裴时燕花钱把周边所有人都驱散了。事故发生时，周围只有他一个人。消防员及时赶到，救下了快要被烟雾熏昏过去的他。虽然他侥幸留了一命，但任性妄为的举动造成的恶果是无法磨灭的。这场火灾让清大校方震怒，态度强硬的表示要追责到底。作为第一嫌犯，裴时燕被警方抓捕拘留。裴家人得知这个消息后急得不行，动用所有关系想要保下他，但这是国际案件，裴时燕根本不可能全身而退。最后裴家人把大半个裴家资产赔进去，承诺以10倍的价格赔偿学校，校方才终于松口。因为造成的影响恶劣，裴时燕在监狱里蹲了半年，还上了欧盟黑名单，被驱逐出境，终生不得入境。他一出来就被送到了机场，要遣送回国。看着周围来来往往的人都穿着夏装，恍恍惚惚互相做了一场梦的裴时燕才终于清醒了一点，原来已经是夏天了。5个月过去了，苏冉冉一次也没来看过他。意识到这一点后，他的心里涌起了复杂的情绪，说不清是失望还是落寞。来日方长，还会有再见的机会的。裴时燕只能这样安慰自己。结果一转头，他就看见了正从接机口出来的苏冉冉。几个月不见，苏冉冉脸上看不见任何疲惫，一眼望去，只有连眼睛都弯了的笑意。最让裴时燕难受的不是他脸上的笑，而是他手上牵着的男人。在监狱里，他曾经让来探监的几个朋友想办法把苏冉冉男朋友的照片带给他看过，虽然只是隔着窗户看了一眼，但裴时燕还是记住了那张脸。但此刻站在苏冉冉身边的男人，并不是他记忆中那个人。一时间，他有些分不清是自己记错了，还是朋友搞错了。正好抬头的苏冉冉看见他，很是罕见的热情的给他打了招呼，然后大大方方的告诉了他真相。嗨，好久不见啊！我刚从法国旅游回来，你居然都出来了，真是时光飞逝啊！介绍一下，这是我的新男友洛言。裴时燕回国后，辗转几个人给苏冉冉发过一条消息，他问苏冉冉到底是在做戏还是真心。苏冉冉并没有回复他。事到如今，苏冉冉已经彻底看透了裴时燕这个人。他说着喜欢他，实际上他唯一喜欢的只有他自己。对他而言，苏冉冉不过是一个用来炫耀、满足他那被吹捧到变形的自尊心罢了。你看，那么多男人追逐的清大校花，心甘情愿匍匐在他脚下，供他差遣戏弄，他得有多强大，多么扭曲的心理啊！就算他再怎么自证解释，在苏冉冉眼里都不过是找的借口罢了。所以他懒得再搭理他，也不屑再搭理他。不管他再证明100次、200次、1000次，苏冉冉都不会再给他任何眼神了。他没有必要在他这种人身上浪费时间。在米兰留学的第2年，苏冉冉抓住机会参加了很多比赛，开拓了视野，也打开了名气。他忙着和老师同学研究时下最流行的服饰设计，闲下来还要和身边的朋友们一起聚会休息，和金发碧眼的男友一起环游世界，一起体验美好人生。人生那么长，苏冉冉还有广阔的不可预测的未来要去探索，又怎么会再一次识人不清、自陷泥淖呢？时间一天天过去，很快3年的交换生生涯就结束了。苏冉冉带着一箱子金奖回到了国内，一下飞机就看到了捧着花迎接她的父母和几个室友。太久不见，苏冉冉也很激动，跑上前和大家拥抱着，一行人寒暄着往早就订好的餐厅而去。在那里，苏冉冉见到了阔别3年的陈教授，他郑重地把手里的箱子放在恩师面前，举起手开起了小玩笑。报告老师，学生完成您交代的任务回来了，请您检阅我这3年的成果。陈教授当然知道苏冉冉在国外设计的那些作品，但久别重逢，他也乐得陪他说几句笑话，轻轻拍了拍他的肩膀，故作深沉。切不可骄傲自满，还要努力再攀高峰啊！师徒一番话把在场所有人都逗笑了。师母热情地招呼着大家落座用餐，推杯换盏，觥筹交错间，一片喜气洋洋的气氛。酒足饭饱之后，苏冉冉从包里拿出几封邀请函，分发着，眼里满是笑意。今天请大家来这里相聚，除了畅叙旧情，其实还想邀请大家参加我筹备了很久的时装秀。听到这话，连陈教授都露出了震惊的表情。时装秀在米兰，那我可一定得去好好检阅成果。几个室友也纷纷尖叫了起来。什么时候？我等下去办个签证，应该还来得及吧？苏冉冉，我们可要 VIP 贵宾位置。听见大家这发自内心为苏冉冉高兴的语气，他心头一暖。这次时装秀是苏冉冉在米兰的导师主办的，而他因为3年的努力拿到了斐然的成绩，所以才得到了在这场展览中展示自己作品的机会。这也是他第一次登上这么大的舞台，所以苏冉冉觉得自己有必要把这么珍贵的时刻展示给所有真正爱惜他的人看。而他邀请的人也没有辜负他的期待，在约定好的日期一起到了机场，一个也没落下。苏冉冉带着对未来的憧憬和期待，和大家一起踏上了这班或许将会开启他新人生的飞机。临行前，他最后回身看了一眼四周，在登机口外看到了一道很熟悉的身影，是裴时燕，但他的目光并没有在他身上停留，因为苏冉冉知道他没有入境米兰的资格，也永远不会再拥有踏足他人生的入场券。他们只是芸芸众生中即将擦肩而过的2个陌生人。